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少有人走的路》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人这一生到底为什么而活？当疲惫像潮水一样漫过心头，当深夜独坐，耳边只剩下自己心跳的节奏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我究竟在为什么而奔波？我又在逃避什么？这本书不是一本心灵鸡汤，它没有告诉你只要微笑就能幸福，它不承诺努力就会成功，它只是在你最不堪、最孤独、最怀疑自己的时候，轻轻拉了你一把，说：别怕，走吧，去面对那些你一直回避的问题。作者斯科特·派克是个心理医生，也是一名经历过战争创伤的军人。他曾在越南战役中目睹生死，也曾在心理诊所里听无数人哭诉自己的痛苦。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为了告诉你，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前行。我们来聊聊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一句话：人生是一场自律的旅程。听起来很抽象，对吧？但其实它讲的是一件件你每天都在经历的事儿。比如明明知道早起学习很重要，可你却一次次按下闹钟的再睡5分钟按钮。比如你明明知道那段关系已经枯竭，可你还是不愿告别。比如你明明知道该去处理那些积压的账单，可你却坐在沙发上刷着毫无意义的视频。直到凌晨3点，派克说这些不是懒，而是逃避。我们逃避的不是任务本身，而是背后那个更痛的真相。我害怕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害怕承认我其实并不够好。在书里，他讲了一个医生的故事。这个医生表面光鲜，年薪100万，家庭幸福，朋友众多，人见人爱。可有一天，他突然精神崩溃，躺在医院里，整夜地哭，像小孩子一样抱着枕头嘶喊：我不想活了。他不是没有努力，他不是不优秀，他只是把自己所有的痛苦都藏进了完美的面具之下。他不敢说累，不敢说痛，不敢说痛，不敢说我需要帮助。他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强就能撑住一切。可当身体和心灵崩溃的那一刻，他才突然明白，我从来不是在为别人活着，我是在为不被抛弃而活。而这本书就是派克写给所有活在逃避里的你的信。你知道最令人窒息的一幕是什么吗？是那个深夜的治疗室，灯光昏黄，像一滴快要熄灭的泪。医生坐在桌前，低着头，手指颤抖，不敢抬头看咨询师的眼睛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而颤抖：我其实一直在等一个人叫我停下，不是别人叫我停下，是我自己需要有人告诉我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可以停下来了。那一刻，房间里安静的能听见空气的流动，连窗外的风都像是暂停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间治疗室？没有灯，没有桌子，只有你自己坐在黑暗里，像被全世界抛弃。你不敢说我撑不住了，因为你怕一旦说出口，你就会真的倒下。但派克说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无痛的生活，而是在疼痛中依然清醒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在的困难，而是我们对自己不够好这件事的恐惧。我们害怕失败，所以提前放弃；我们害怕被看穿，所以装作坚强；我们害怕孤独，所以拼命讨好别人，把自己活成一个合格的人。可派克却说，痛苦是成长的必经之路，而逃避痛苦才是真正的悲剧。他说，真正的自律包含4个原则：延迟满足、承担责任、忠于事实、保持平衡。你说这些听起来多像课本里的大道理，可当你真正去生活，就会发现它们是活生生的刀锋，你只要一动就会被划伤。比如延迟满足，你不是不知道读书重要，你只是想先刷完这几句，再看2页书。你明明知道该去健身，可你却说明天再开始。你不是不想改变，你只是在一次次的推迟，用明天来麻痹现在的自己。而派克说，当你选择先做难的事，而不是舒服的事时，你才真正开始掌控人生。再比如承担责任，
我们总想把过错推给环境，推给命运，推给父母，推给伴侣。可派克说，你不是命运的受害者，你是自己人生的作者。哪怕你出生在贫穷的家庭，哪怕你遭遇了不公的对待，哪怕你被伤害过千百次，但你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个伤害。你不是一定要原谅，但你可以选择不再让过去定义你。还有忠于事实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其实活在自我欺骗的泡沫里？你总说我很好，可夜里你失眠、焦虑、哭湿枕头。你总说我们感情很好，可你连对方生气的原因都说不清楚。你总说我是个好人，可你却从不正视自己的自私。派克说，只有面对真实才可能改变，就像一扇被灰尘蒙住的窗，你只有擦干净才能看见外面的阳光。最后一条，保持平衡，不是放纵，也不是自虐，是学会在坚持与休息之间找到节奏，在爱与自我之间不偏不倚，在承担责任与允许脆弱之间找到属于你的温柔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当你今晚躺在床上，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，当世界陷入寂静，你终于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请你问自己一句，你这一生是否真的为自己活过？不是为了父母的期待，不是为了别人的评价，不是为了看起来体面，而是为了你内心那个还敢哭、敢痛、敢说我需要帮助的孩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总在追逐那些别人眼中成功的路径，考名校、赚大钱、住豪宅、嫁衰娶好对象，可当这些都实现了，你却更空了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把活过当成了完成。而少有人走的路提醒你，人生的目的不是抵达某个终点，而是在路上成为真正的自己。它不是教你如何变得更好，而是教你怎么更真实。它不承诺快乐，但给了你一种更深刻的自由，不再被恐惧绑架，不再为必须完美而活着。你终于可以承认，我累了，我害怕，我也有缺点，我也需要被爱。而这一切不是软弱，而是走向成熟的起点。所以，愿你以后在每一个想逃避的清晨，能想起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：人生本就是一场艰难的旅程，但正因为难，才值得走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句，如果明天你就不再需要伪装，不再需要讨好，不再需要看起来很好，你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也许答案就藏在这本书里，也许它已经在你心里悄悄等了好久。睡前听完一本书，愿你今晚不再孤单。晚安。